凶手将一名19岁女孩活活掐死，然后呢，从下体将肠子给扯出来，缠在了女孩的脖子上。16天之后，另一个17岁女孩在公厕的路上被人拖进了黑暗当中，下身拖着一堆肠子，昏死在了楼道口。凶手不图财也不图色，却对女性的身体有着令人发指的控制欲。由于手段实在是太残忍了，人们称它为掏肠恶魔。法医说，没有专业的解剖学知识的话，普通人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做到从下体准确的将肠子给掏出来的。但警方抓到的凶手呢，却连初中都没有毕业。他真的是掏肠恶魔吗？还是说这起案子从一开始就抓错了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燕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述这起掏肠案件。2004年8月17日晚上11点，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咸滩镇，天上呢下着小雨，淅淅沥沥的打在地上混着泥土味儿。一个50多岁的放羊老汉赶着羊群往家里走。咸滩镇呢是城郊结合，2年前呢才从乡改成镇，周边围着15个村子，人员复杂，土路坑坑洼洼的，经常有人摔倒。老汉走到了几栋平房附近时呢，隐约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影，旁边呢是一片小树林。他以为是谁摔倒了，就喊了几声：“哎，你没事吧？”结果呢，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。老汉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想把人扶起来。就在这时呢，他脚底下踩了一滩东西，软乎乎的、黏糊糊的，像是被雨水泡过的泥巴一样，但手感又不对。他低下头一看隐约看到了那个人的脖子上好像缠着什么东西，像是一根深色的绳子。老汉心里咯噔一下，掏出打火机，啪一下打着了。火光亮起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定住了。那不是绳子，那是一滩血淋淋的肠子从女孩的下身拖出来，缠绕在脖子上面，两腿之间呢还堆着一团脏器，地上全是血，混着雨水，把周围的土都泡成了暗红色。女孩仰面躺着，眼睛还睁着，早就没了气息。老汉的打火机就掉在了地上，他连滚带爬的往街上冲，额头磕在了石头上，流了血都没有什么感觉。他一边跑一边大喊着：“杀人了，快报警啊！”两个胆子大的年轻人跟着老汉往回走，手电筒的光束照了过去，其中一个当场就吓懵了，另一个呢抖着手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张掖警方10几分钟之后呢，就赶到了现场。从事刑侦工作30几年的老民警说他经办了几百起刑事案件，从没有见过这种手法。法医很快呢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他叫阿林，19岁，甘州区某商场的营业员，平时呢就租住在附近的平房里。房东大妈哭着跟警察说阿林这个丫头命太苦了，家里很穷父母呢都是种地的，他弟弟呢刚考上北京的大学，他高中都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养家了，心眼很好，长得也清秀，从来都不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往，没想到最终遭了这种罪。法医尸检报告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阿林呢是被活活掐死的，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，力度非常的大。但是呢，真正令人发指的是死后的事情。凶手徒手从他的下体深入腹腔，把几乎全部的小肠都拽了出来，缠绕在他的脖子上。法医在报告里面写的已经很克制了，但是专案组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这个人对于人体结构非常的熟悉，出手极其的准确，拉扯肠子的动作干净利落，绝对不是误打误撞。现场没有抢劫的痕迹，阿林的手机和钱包都在，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。凶手不是为了财，也不是图色，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作案的呢？消息传出之后，掏肠恶魔这个4个字像瘟疫一样的席卷了整个张掖市，市民们吓得晚上都不敢出门，连白天呢都不敢单独去走小路。有家长每天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，有商户晚上8点就关门了，当地经济受到了影响。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恶魔不但没有收手，反而在短短1个月之后再次动手了。2004年9月20日凌晨0点，甘州区东街一家牛肉面馆里，老板娘李某和唯一的服务员小花正在收拾餐具，准备打烊。小花呢17岁，来自甘州区大满乡平顺村，她父亲有慢性病，干不了重活，母亲一个人种地养活全家。小花下面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，为了给父亲治病供弟妹妹上学，小花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。9月初呢，经过人介绍来到了这家面馆里打工。
老板娘李某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，说小花懂事能干，眼里有活。那天晚上呢，小花突然想上厕所，面馆里是有便盆的，老板娘呢就劝她别出去了，外面太黑不安全。但是小花年龄小，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在店里用拿起了手电筒就出了门。公厕距离面馆只有几十米，穿过一条小巷就到了。小花出门之后呢，李某继续收拾着碗筷，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尖锐的惨叫。李某一下子就听出了这是小花的声音，他冲出面馆，沿途大喊着小花的名字。周围的居民被惊醒了，纷纷出来帮忙寻找。几分钟之后，李某在面馆背后的一栋住宅楼前面找到了小花。小花已经昏死了过去，下身呢还拖着一堆肠子，鲜血和粪便混在一起流了一地。李某当场就给吓晕了过去，还是邻居们帮忙赶紧报了警，拨打了110和120。小花被紧急送往张掖市人民医院。普外科副主任从医30多年了，亲自主刀。他后来跟人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重的伤。小花的全部小肠从阴道脱出，小肠断裂成了5、6节，肠系膜损伤严重，2米多的小肠坏死，完好的部分只剩下不到1米。阴道呢也被凶手强行深入的手撕裂了多处。手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小花保住了性命，但失去了2/3的小肠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小肠是人体最主要的消化吸收器官，切掉这么多，她以后只能吃流食了，而且呢一天要吃7、8顿才能勉强维持营养。她永远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育能力。17岁的花季少女余生只能靠吃流食活着了。医院呢为小花免去了所有的治疗费用，医生护士纷纷捐款，张掖市的市民和海外华人陆续汇款汇来了10多万元，算是保住了她后续的康复。17岁的花季少女可以说是人生刚刚开始就因为上厕所这5分钟的时间，她永远失去了健康的身体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将受害者的肠子给掏出来呢？1个月内2起掏肠案，一死一重伤，张掖警方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。甘肃省公安厅和公安部高度重视，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，务必要迅速破案，严惩凶手。专案组把2起案件放在一起分析，凶手呢是先勒脖子控制受害者，再用手深入阴道掏肠，目标都是年轻瘦弱、反抗能力差的底层打工女孩，不劫财也不劫色。警方判断这个人的心理极其的扭曲，对于女性怀有强烈的仇视的情绪，而且呢还具备一定的解剖学知识。但问题是2起案件在现场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物证。第1起案件是因为下雨，指纹、脚印、血迹全部都冲得非常的干净。第2起案件呢，现场保护的相对要好，可是凶手如果没有戴手套的话，理论上不可能不留下生物痕迹。但是警方呢，就是什么都没有找到。专案组决定换一个方向不局限于这2起案子本身，而是回溯近期张掖市所有针对女性的骚扰袭击案件。很快呢，2起案件呢就进入了警方的视野。第1起呢是发生在2004年7月24日的深夜，甘州区良茂大厦附近，青年女性曹某在烤肉店门口给丈夫打电话，突然被一个满身酒气的高大男子卡住了脖子，推倒在地。男子问她是不是何某某，万幸的是呢，曹某的丈夫及时赶到了，男子仓皇逃窜。第2起也是发生在2004年8月15日的晚上10点，距离阿林遇害只差3天。甘州区马神庙街，女青年彭某独自在家里看电视，一个高大男子敲门说要找张文兵，发现找错人之后呢，他强行闯入，怀疑彭某是坐台小姐，提出了特殊服务。彭某当然是非常的生气，并且言辞拒绝了。谁知道对方突然卡住了彭某的脖子，将其推倒，殴打他，还暴力的抓挠了他的阴部，导致了撕裂伤。彭某在反抗当中看清了那个人的长相，记住了他是本地的口音。警方根据彭某的描述画出了模拟画像。专案组呢有一个民警看到了画像之后呢，脱口而出，这不是乔建国吗？这个民警呢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呢在2004年的4月他处理过一起治安案件。洗头房按摩女何某某报警说被客人殴打并且抢走了手机，那个客人呢就是乔建国。后来乔建国把手机又还了回去，说自己喝多了，觉得拿了手机也不值当的最后呢警方批评教育了他，让他赔了几百块钱医疗费。难道凶手就是乔建国吗？于是呢警方对乔建国进行了调查。
乔建国1970年11月5日出生在张掖市甘州区，父母呢都是建筑公司的工人，家里排行老五，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。他是最小的孩子，从小都被宠坏了，脾气非常的暴躁，好吃懒做，学习成绩非常差。初恋失败之后，他就开始酗酒，酒后寻衅滋事，打架斗殴。他身高1.82米，身体非常的壮实，一般的小流氓还打不过他。1989年，未满19岁的乔建国因为团伙盗窃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。1994年减刑提前释放。出狱之后呢，因为坐过牢找不到好的正式工作，靠打零工和父母的退休金来过活。之后呢，他就更加的沉迷酗酒，还染上了毒品更要命的是呢，他还拉着自己的哥哥乔建明一起来吸食毒品。父亲对他彻底失望了，在他最后一次被捕的10年里几乎没给他说一句话。2001年，乔建国因为吸毒被送进了劳教。2004年3月14日提前释放。截至案发，34岁的乔建国已经先后3次入狱，总共在监狱里面待了将近10年的时间。警方把乔建国的照片给彭某辨认，彭某一眼就认出了，就是他闯进了我的家。曹某和她的丈夫也说，照片上的人跟袭击他们的人非常的像。更关键的是呢，警方调查了乔建国的行踪8月12日阿林遇害的时候呢，他在张掖市内。案发后第2天，他突然就独自去了北京，直到9月2日才回来。当时警方正在搞地毯式的排查，他在家里待了3天，又匆匆的回到了北京。9月17日，他又回到了张掖。3天之后，小花就出事了。这种行踪呢，怎么看也不是正常的出差。警方呢还拿着20多张照片去医院里让小花来辨认。小花当时呢身体极度的虚弱，但是仔细看过之后呢，指出了2张相似的照片，其中1张呢就是乔建国的。2004年9月20日，专案组决定抓捕乔建国。20多名便衣刑警在乔建国居住的小区附近设了5个监控点，但是乔建国有3次服刑经历，反侦查能力非常强。很快呢，他就发现警方的监视了。他回家之后呢，就和自己的哥哥乔建明一起把防盗门给反锁了，而且找出了菜刀、棍棒，站在窗户外面喊话：谁敢进来我就跟他拼命大不了跳楼，拉几个垫背的。警方担心强攻的话会造成伤亡，决定以做尿检为由来诱捕他，但是乔家兄弟始终是不开门。就这样呢，双方对峙了9天的时间。这期间呢，乔建国的女友和母亲先后找到了专案组女友哭诉着说，她和乔建国是在2004年3月14日，也就是乔建国被释放的那天，在酒吧里认识的。2个人呢已经同居了，打算近期就结婚，还计划了一起到北京开一家兰州拉面馆，店面都已经看好了。乔建国来回往返北京，不是为了躲警察，而是去筹备开店的事情。女友说，我们都打算结婚了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母亲也说，9月20日凌晨，他回到家的时候呢，看到儿子醉醺醺的躺在床上，他还给他盖了被子，那个状态呢，不像是刚作案回来的样子。但是警方呢没有放松包围，直到9月29日下午4点，在母亲和女友的反复劝说之下，乔建国终于打开了房门走了出来。刚走出楼道口他就被便衣民警给按倒在地上。消息传出之后呢，张掖市的市民拍手称快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远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复杂。审讯初期，乔建国只承认袭击了曹某和彭某说那是酒后认错人了，情绪失控。对于阿林和小花的案子，他坚决否认，甚至拍着桌子说，你们要有证据就把我给枪毙了，没有证据别冤枉人。然而1天1夜过去之后呢，乔建国的心理防线突然崩塌了，他低头交代了犯罪事实。他说杀害阿林是因为搭讪被拒绝了。他说8月11日他在街头遇到了阿林，看对方长得漂亮，就提出了要和对方处对象。而且呢，他也把自己坐牢的经历全部都说了出来。当时阿林直接就拒绝他了，他非常生气，而且呢强行要求阿林第2天赴约。结果呢，可想而知，阿林没有来。乔建国就非常生气，喝了很多酒，在阿林住处的附近找到了阿林，并且把他拖进了小树林之后掐死，然后掏了肠。至于后面的小花呢，乔建国说是认错人了。9月19日晚上，他从酒吧喝完酒回家，看到外面上厕所的小花，误以为他是之前与他发生冲突的按摩女何某某，于是呢就掐住了对方的脖子，把他拖到了楼道口。听到小花本地口音的尖叫后，才意识到自己抓错人了，但是呢又害怕对方报警，还是掐晕了他，并且实施了掏肠。后来呢被老板娘的李某的喊声给吓跑了。
有了口供，警方呢对外宣布掏肠恶魔就是乔建国。但是呢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。2005年1月6日上午9点，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乔建国呢当庭翻供了。他态度极其的傲慢，他扬着头说：“我只承认那3起骚扰妇女的案子，杀害阿林和残害小花的案件我没干。之前的认罪口供是被警方审讯施压之后被迫认罪的。”面对法官出示的口供记录，他说：“这不是事实，如果真的有我的指纹或者我的血迹，我希望能够当庭出示，只要能拿出来我就认。”他的律师也指出，2起杀人案件缺乏直接证据。第一起呢，因为下雨，现场被冲刷的干净，可以理解。但是第2起案发现场保护的很好，凶手呢没有戴手套，理论上呢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生物痕迹。可警方只拿出了口供和证人的证言。另外呢，小花辨认也存在问题，她当时只有17岁，辨认出的照片有5人，不具有唯一的指向。更令人怀疑的是呢，面店老板娘李某啊，她回忆说，小花出事的时候呢，她在附近看到了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人，其中一个人还大声的咳嗽了几声，像是打暗号，但是警方似乎没有追查这条线索。医院的刘博副主任也提出了专业性的质疑，他从医30多年，说小花的伤在不到10分钟内造成，凶手从下身准确的找到了进入腹腔的薄弱点，然后突出拽出了小肠。即便是一个具备相当水平的外科大夫也很难做到这一点，而乔建国连初中都没有毕业，没有医学知识，没有屠宰的经验，怎么可能完成如此精准的操作呢？乔建国的女友也始终不能理解，他们已经在筹备婚礼和开店了，乔建国呢刚戒了毒，生活正走向正轨，仅仅因为约会爽约或者认错人就犯下了这种滔天大罪，这不合逻辑。另外呢，根据乔建国的犯罪记录，他伤害的对象都是女青年或者是中年女性，而2起掏肠案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女孩，所以呢，掏肠恶魔会不会另有其人呢？2005年1月17日，张掖市中院一审判处乔建国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乔建国当庭上诉，甘肃省高院审理之后认为，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犯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发回重审。2005年8月18日，张掖中院2审，这一次2审呢改为不公开的审理，除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人之外呢，乔建国的家人被禁止进入法庭，法庭再次做出了死刑判决。乔建国再次上诉，他说：“我要求法庭公开审理，只有公开审理，我才能对受害者家属有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即使要死，我也要死得堂堂正正。”但是呢，最终的终审判决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甘肃省高院撤销了1审的死刑判决，改判乔建国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上海一位律师后来解释说乔建国虽然是累犯作案手段残忍，社会影响恶劣，但是呢，这起案件的一些关键事实主要建立在他的口供之上，缺少扎实的实物证据。而死刑案件的审判标准是非常严格的，必须做到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证据链达不到这种程度，法律上呢就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。当时能够判死缓已经是判得比较重的了。这起轰动全国的掏肠案在法理上已经走到了终点，但是呢，关于真相的追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2005年12月8日上午11点40分，就在乔建国1审被判处死刑之后不久乔建国的哥哥乔建明从自家7楼跳了下来。关于乔建明自我了结的原因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他长期吸毒产生了幻觉，也有人说他的死和弟弟的案件和家庭矛盾有关，还有一种猜测更让人不寒而栗。乔建明和乔建国兄弟俩长得比较相似，同样有吸毒和寻衅滋事的恶劣行为在黑暗当中，受害者或目击者会不会把2个人搞混了？真正的凶手会不会是乔建明？他的自我了结是否是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呢？对于这一点呢，警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。乔建国至今还在监狱里面服刑他的死缓后来呢被改成了无期。他到底是不是掏肠恶魔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评论区里留一下你的看法。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一下。这里是海岩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